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昨天大家非常期待是什么？是黄仁勋的私人班机抵达了台湾。没想到舱门一打开，黄仁勋人呢只看到了妻子，只看到太太，只看到他的儿子。人到底去哪？有一说，原来黄仁勋飞到了香港，但现在真相揭晓。你看到这个画面，黄仁勋人现在就在沙乌地阿拉伯，是由川普来领军。除了黄仁勋之外，还有 AMD 的苏姿丰以及马斯克，通通都在里面。大家觉得很奇怪，今天不管是这个所谓的黄仁勋，他不是要跟台积电高层吃饭吗？他不是要跟他的相关的供应链吃饭吗？原来现在都陆陆续续取消了，包括星期四跟台积电晚宴取消之外，黄仁勋要跟台积电高层，或者是16号跟台积电高层的晚宴，现在通通取消。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川普旁边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的重要。这个动作是川普要带着这一些 AI 的巨头们要一起发大财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是从这一次见面，川普把这些 AI 的这一些领头羊全部都带来这里。我们知道，昨天中美贸易战才休战了90天，现在川普积极的出招，今天来到沙烏地阿拉伯是为了90天的谈判出的第一招吗？对，没错。事实上，刚才照我讲到，昨天的时候呢，全台湾的记者都守在松山机场，原本大家都要等待黄仁勋来，就他专机落地之后呢，黄仁勋没有在这个现场，大家想说他人到哪里去？对，有人就说他到香港，有人说他到成都去。那现在最新传出来的消息，他现在人在哪里？人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那他怎么样？你看他这个是见的嘛？见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然后这个谁在旁边？这个川普在旁边。川普介绍黄仁勋给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认识。那你想到只有这个黄仁勋吗？没有，跟这个川普同行的还有包括说伊隆马斯克。还有包括说特斯拉的老板，还有包括说像 AMD 的老板苏姿丰，这些 AI 大军团全部都去了沙烏地阿拉伯去。好，那我就讲，原本呢，他这个黄仁勋12号抵达台湾的时候，这几天都要跟供应链吃饭哦。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16号之前的这个晚宴，他全部都推掉了。为什么16号之前都推掉了？因为这一次的川普访问完沙烏地阿拉伯之后，还要去卡达，还有阿联酋访问的时候，到5月16号。所以就是说，16号访问完，他可能是从头要跟着川普到这些国家之后呢，然后他才会来到台湾。所以看起来，而且他这个行程是相当临时哦，因为他原本是要来台湾的哦，对，最后是改变了这个行程啊。所以是这样，接到川普的命令就说，Jason 啊，我们这次要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你要不要一起来一趟啊？他马上飞了，马上川普都叫你来，你当然要去啊！所以马上他就飞到这个利雅得这个地方。好，那我在讲，那为什么这些大佬要跟他去？照我跟你讲，这次川普呢，他到这个中东去，有非常多的目标。第一个，我要跟中东说，你们投资我美国这么多，我当然要给你好处嘛。那我带了这么多 AI 的这个大佬去。你们中东要发展 AI， 对不对？我给你钱没有问题，所以现在美国绝对会好好的。你要发展 AI， 我都会给你，但是你要投资我们的部分呢，请你好好的投资。再来就是什么？他这次把中东都搞定之后呢，如果中东这些国家呢跟以色列都和睦相处之后呢，中东问题解决了，俄乌问题目前为止来说话，普丁可能会前往土耳其跟这个所谓泽伦斯基见面。对。这俄乌问题交给欧洲处理，那中东问题来说的话，就让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处理。中东跟这个所谓俄乌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我接下来可以专心的对付谁？中国嘛，所以完全见着中国。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战略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才说，川普这一次到这个中东去访问来说的话，除了发大财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准备要剑指中国而去的一个状况。这个画面我真的不敢想象。对，为了川普的第一次到访是。沙烏地的王储真的是高规格，该有的战机、该有的排场，对，通通都有。当然啦，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就知道说，未来如果真的我要接班了，我要这个成为王位的话，一定美国要后面支持嘛，所以吹出川普来没有问题。我出动什么 F-15的战斗机为你护航啊。好，他一路这样护航之后，降落在这个利雅得的这个机场的时候，你看利雅得机场一降落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为他排的这个紫色，那么紫色是代表王室哦。王室的那个地毯不是红地毯，是紫色的地毯哦。它这么高规格，等于是什么？川普是王室等级，你喜国王这样子你是我们沙烏地阿拉伯的贵宾。你看他不是用他们最高级的，不是用红色，是用紫色哦。紫色是他们王室代表的颜色哦。那你看，事实上你看这个川普也是很有意思，他也打了一个紫色的领带，然后走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谁在上面接他吗？就是沙尔曼在那边接他，王储在那个地方接他，然后接他之后呢，一路陪着他。
然后从这个跑道坐上专机之后呢，坐到哪里？就坐到这个候机的这个大厅，然后候机大厅之后呢，他们转到哪里去呢？转到王宫，他跟介绍伊隆马斯克给你认识，然后介绍这个苏之峰给你认识，然后介绍这个所谓这个所谓我们的黄仁勋给他认识，等于才有这些行程。所以这样，这一次川普到这个沙烏地去访问来说，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个，事实上他为什么第一站要选沙烏地阿拉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王储之前呢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就说我要投资你6000亿，就那这个所谓的，你知道川普怎么说？哎，萨尔曼6000亿，你干脆就投资1兆好了，就后来他就投资1兆。所以就真的加码了，对，所以他就加码要投资1兆，所以他第一站当然就来到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好，然后沙烏地阿拉伯为什么要来到沙烏地阿拉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需要他。我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王储他未来要接班要成为国王的时候，他要立下战功。立下什么战功？前几年他不是在中东要搞一个什么智慧城市吗？对，智慧城市你需要什么？大量的 AI 晶片嘛。那他现在他最近要成立什么 Humania 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公司，然后由萨尔曼担任主席嘛。那一共要投入多少？目前为止至少要投入150亿，甚至未来最终的目标可能在沙烏地要投资1000亿。哎，请问我要投资这么多 AI 的说，那怎么办？我要什么东西？我要有晶片 AI 晶片嘛。所以 AI 晶片来说，所以为什么会带黄仁勋去？黄仁勋还有伊隆马斯克，还有包括说像苏之峰去，哎，就一方面来说是这样子，哎。你这个黄仁勋，你不是说你中国市场被禁吗？我跟你讲，我帮你找市场哦，一个更大的市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跟我炒这个东西，好不好？就这样，我们还让 AMD 你也有份，对不对？然后伊隆马斯克要做什么呢？我们伊隆马斯克想要做什么隧道啊，什么无人车，哎，这个地方也可以发展，所以等于是他又把这些巨头都带去的时候。同时之间，你要投资美国，那我也要投资你，那我们的巨头可以跟你合作。所以呢，他带了这么多人，连这个接下来的话，听说这个佐克伯也都会去，所以很多重量级的人物都会在这个时候齐聚到这个利雅得来。那当然就是宣扬我们美国的国威嘛。好，那我就讲，事实上他这一次来说哈，除了这个萨尔曼是高规格的接待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因为他紧接下来会去卡达。那卡达的时候，你知道卡达怎么说吗？卡达说：“哎，我们为了要这个恭祝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政功康泰，我们决定要送一个4亿美金左右的波音747的客机。那为什么川普会喜欢这台飞机呢？因为第一个，空军一号现在的改装啊，不合他的心意。我们可以看，我们之前不是看过他在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哎，照我那就是一台普通的飞机。但是呢，卡达知道你别爱什么，你别爱 keep 没问题。还有这种黄金走廊，那整个都是黄金的这个颜色，有休息室啦，然后入浴室啦。难怪川普会为了他直接骂说你不收这一台飞机的都是笨蛋。那我就讲，事实上他这一次呢，除了去沙烏地阿拉伯之后，他还要去卡达，然后还要去阿联酋嘛，对。然后去阿联酋的话，你看阿联酋，哎，我跟你讲，阿联酋的这个老板啊，他还说什么？你这个沙烏地投资1兆，对不对？我投资1.4兆美金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投资1.4兆，阿联酋1兆，这个沙烏地1兆，然后他1.4兆，他投资1.4兆，所以他当然会到这个地方来。好，那我跟大家讲，让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国家开心的一件事还有什么？原本这个叫做波斯湾嘛，对不对？对。然后他就说，哎，我要准备把它改名叫阿拉伯湾。所以这个阿拉伯湾呢，当然让这个阿拉伯国家非常开心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就是这次来说的话，都是让你们非常开心的。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为什么要带这个黄仁勋啊、苏之峰啦，还有这个特斯拉的老板来？因为原本在拜登时代，他们不是有个 AI 晶片的管制吗？AI 晶片管制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中东国家都被列第2级。第2级是什么意思呢？第2级就是说，你有这个总量管制，你1年大概只能够买到几万片，超过都不行。那就这次呢，他就说 ，Man。我就全部，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我撤销了拜登时代的管制以后，我想给我就给。你别爱多少，我都给你。难怪投资那么多钱，我一定要给啊。对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人，哎，根本跟土豪没两样嘛。我给多少，我给你更多啊。他的确就是个土豪，他就是那么多钱嘛。我投资1.4兆，你看也不眨眼的，就这样子哈。那我就讲，实际上这一次他跟阿联酋要合，还有一些战略架构哦，譬如说要推动什么 AI 基础建设的伙伴计划啦，然后还有这个投资能源伙伴关系啦，然后阿拉伯国家会去投资这个德国的这个德州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出口的设施啦，然后还有12亿美金的这个采矿的这个协议啦，然后还有包括说他会投资这个新的这个铝矿的这个冶炼厂啊，会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要去投资，所以你看他投资这么多，所以我跟他讲啊，为什么这一次人很多人都很奇怪。照你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出访的第一站啊，通常都是什么？哪一个国家？通常都是英国。过去他们习惯，因为英国就是他们的宗主国嘛，我们跟他很挤嘛，所以都是这样。但是川普的不是，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去中东国家，因
因为中东国家你夯不啷当加起来，已经至少要我在美国投资2兆多了吧？那我就当然要去嘛。另外就是有非常庞大的商机嘛。好，那卖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卖什么很简单，他卖飞机嘛。他这次是听说，因为当初萨尔曼去的时候，你看他还拿出这个图表哦，拿出这么图表。他之前前一任的时候就说，你可以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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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听说他又说什么？他说了，我们准备要卖给你什么 F-35的这个飞机，对，还有价值数10亿美金的这个先进的这个防空系统。所以他就说，他们会设定条件，是在川普任内会交货给你哦。所以等于是说要投入非常多的钱，这个资金额至少也是大概约莫是好几百亿美金左右的采购案 ，F-35加上先进的防空系统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事实上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原本要买什么歼35的飞机，因为它要无人机嘛，它不是它无人，它有第5代的这个战舰嘛，我要有这种所谓的能够这个不要被雷达找到的战舰，我为了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要对付伊朗，他很怕伊朗嘛，哈，就他要跟中国原本要跟中国买歼35就没有问题。现在的川普就说我 F-35后力，所以他当然就干脆就不要这个弃单而去来说的话，就开始去买了这个 F-35。所以为什么他要给他更多的 F-35？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要让你就牢牢的买我美国的 F-35，不要歼35。所以呢，他其实这一次我就说要去卖 AI 的产品，然后要去卖美国的军武，这样用意在什么地方？用意当然很简单，他要搞定中东问题。反正以色列已经听我美国话，你这个阿拉伯国家就听我美国的话，你们一起对付这个伊朗绰绰有余嘛。所以中东问题就暂时解决了，瓦解嘛。那俄乌来说话，这一次谁？他说丢给欧洲嘛。你看这一次不是这个法国的总统啦，然后这个德国总理啦，还有英国首相，还有波兰，他们不是去开会？开会之后，后来他们就说，我们要和平协议。他们不是打个电话，是这个所谓马克宏打电话给美国。所以呢，现在欧洲自己处理，所以俄乌战争，欧洲自己去处理就好。欧洲处理这个绰绰有余嘛。所以他现在就回头过来要对付谁嘛？对付中国了嘛，对不对？事实上，他现在也说了，朝鲜也不是很重要啦，反正未来你南韩搞不好倒向哪一边，我都不在意。现在未来就是第一岛链的部分，所以中国、台湾、日本、台湾跟菲律宾变成是美国封锁的第一岛链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柯伯奇就说什么？他全新的这个战略目标要报。我们今天中国不是有个国安报告吗？对，美国接下来也会有一个所谓听证会，这个叫做美国国防部着手制定的2025年版的国防战略报告。对，而且呢是要柯伯奇来写。对，没错，这是赫尔塞斯他们的国防部长叫他来写。对，而且他之前已经讲了，真的要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台海上面，放在印太上面。因为什么？因为柯伯奇过去就主张说，美国要聚焦在中国嘛，对不对？然后这个2025年的国防战略报告要明确无误的指出这个方向，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中国战略目标的时候，当然台湾就会非常重要。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怎么样？我就说，为什么他这次要到中东去处理完中东问题，还有俄乌问题，慢慢的告一段落之后，现在90天里面，我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或是战略对手是谁？当然是中国嘛，我要把这些都拿下之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对付中国。那当然也会讨论到台湾问题，所以我才跟你讲，接下来的90天里面来说的话，只要川普搞定这些，他绝对会全力来对付中国。嘉龙，我们刚刚看到了，在今天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见面，这么多的 AI 大佬，通通都在旁边。苏姿丰、黄仁勋，这黄仁勋连饭都不要吃了，我一定要过去。我们看起来是在秀武力，在秀肌肉，更多是什么？现在是美国未来对接下来对中国的90天内，他要极限的施压，还要极限的方式才有谈判的筹码吗？对啊，这个中东地区哈，我们现在至少媒体都这么讲，关税将来会带来通膨压力。哦，大家在想说你进口东西涨价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办法，川普肯定啊，他的口袋里面有一招，就是对付这个可能的通膨压力，抵消关税的冲击，就是油价。哦，然后拜登时期油价的区间落在75美元到85美元这个区间。对。然后呢，川普1.0的时候，油价的区间是40美元到50美元，现在已经跌破60，在58美元上下，将来会继续跌破50美元，进入40、50这个区间，这是川普要的。然后呢，油价跌的话，通膨数据就跌了嘛，通膨数据跌的话，联准会要降息就更有正当性嘛，所以这才是川普在经济这个领域的目标。再来地缘政治，沙烏地跟以色列本来要建交，然后有人要破坏，才搞成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哦，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快要正式建交了，对，有人要破坏嘛。然后呢，现在为什么以色列跟沙烏地有一个共同敌人，就是伊朗？那
将来那个伊朗的核设施哦，说不定以色列哦心一横哦就干掉了，那沙烏地会很高兴啊，对不对？就说沙烏地跟以色列现在有共同这个地缘政治利益跟共同的敌人要对付，然后呢，美国等于出来撑腰。沙烏地是美国军火的大买主，然后沙烏地呢，石油美元也是放在美国银行买美国公债，对，所以沙烏地呢，算是英国、日本之外，美国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然后呢，很妙哦，你注意看，川普1.0第一次正式出国访问就是沙烏地，对，川普2.0第一次出国正式访问还是沙烏地，对，所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他绝对不是说心血来潮。当然，英国是老牌哈，日本首相就任以后，第一个出访也是美国，对不对？这个都是外交上的惯例。可是川普连续2次都去沙烏地，这个等于是创下新的历史。你看哈，沙烏地可以帮助增产，它可以率领欧佩克增产，把油价降下来，然后帮助川普去应对可能的关税的那个冲击嘛，这是川普要的嘛。然后再来，沙烏地不是跟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吗？对，这当然是川普要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川普怎么让他们来配合？我给你 AI， 所以他不能空口去说，哎，你给我增产啊。所以先把所有的 AI 的这一些巨头都叫过去。对，因为川普的筹码。因为黄仁勋有一个概念叫做主权 AI， 什么意思呢？你在做资料库搜寻的时候，用你本国的语言跟文字，比如说哈简体字中文、繁体字中文，对不对哈？然后呢，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那中东国家一样，你要用你的本国语言去做资料库搜寻，才能够做很多推理嘛，哈，很多 AI 的这个运作嘛。那所以他们要盖 AI 基础设施，要建资料库，全部都是美国人的生意嘛，全部都是那个 NVIDIA 的生意嘛，是这样来的嘛。然后呢，你这个 AI 以后还要高速传输嘛，哦，所以伊隆马斯克也会去嘛，是这个原因嘛。所以美国给你 AI 那个没有明讲的，就是说你能源给我增产。然后油价给我降下来，跌破$50啊！降下来以后，那通膨数据改善，我川普还怕你什么关税带来通膨恶化，对不对？然后所有那些左派媒体嘴巴就停了嘛。以前一直攻击川普说你关税会带来通膨嘛，这个没有。然后呢，从财经进入地缘政治，进入外交，最后就会走向说美国清理战场，以便集中全力对付中共。这样，但我真的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双子座，百思不得其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今天讲说，评美中谈判的时候，他说对统一有利，大家惊动总统府出来说，川普不是那个意思啦。你看他的讲话原文哈，他是说我们美国啦哈，对中国开放，然后呢，中国的等于说中国的企业来美国做生意啊，限制非常少，可是呢，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对我们开放，哦。这个对我来讲哈不合理、不公平。对，现在他们答应要开放中国，而且要那个充分的开放，那川普就说：“哎，这是好事情，对中国来讲这会是好事情，对美国来讲这会是好事情。”然后接着再一句，就是做一句，而且我认为这对统一跟和平大有裨益，以为是好事情。川普讲话有两面性。美国原来对中国的政策叫什么？叫做接触政策 （engagement）， 对不对？接触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什么？4个字：和平演变。对，要中国转型成市场经济体，政治上启动改革开放那个进程，对不对？有吗？没有嘛。美国发现这个整个接触政策失败嘛，所以对美国来讲是不是统一，而是演变 transformation 演变，和平跟演变才是美国要的。中共要的是什么？是统一跟和平，对不对？所以川普讲一些，你们中共不是要统一吗？可你开放以后对统一有帮助哦。哦，他在引诱他嘛。你不是要统一吗？这是一个引诱。不是你中共不是整天要统一吗？对。那而且加上和平啊，你说你要和平统一啊，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你把中国开放以后，对你的统一有帮助啊。其实是对美国的接触政策有帮助。美国是要改变中国嘛，从内部改变中国嘛。美国把中国拉进全球化，希望中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公民社会，然后逐渐走向一个自由开放的中国，对不对？结果失败嘛。因为什么？因为全球化的结果是强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嘛。强化他的集权专制体制、社会监控能力嘛，结果是助长了这个统治阶级嘛，不是让美国看到了说接触政策带来和平演变嘛。所以美国的话，对美国来讲，他讲一些中共爱听的话嘛。说你如果对美国开放的话，有助于你的和平跟统一。其实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统一也可以是民主自由去统一中国嘛。国民，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听下来，中美两国大家真的是各自出招，你出一招我就出一招，我说一句，其实是要勾你的另外一句话出来，尤其在什么，在第一岛链上抓间谍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5月10号，位于金鸡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举行了这个所谓力量日活动，然后呢，竟然有60多岁跟40多岁的2名台湾人进场参观，并且非法拍摄军机。其实这起算是不幸的事件啊，应该说有2个台湾的航迷好像很热心，然后进入这个乌山基地去拍摄。但是呢，其实美军呢还有韩国，他们早就严令说，中国籍的护照不能进入，对，台湾籍的护照也不能进入，人家都已经讲明说不准进入嘛。然后呢，根据媒体报道说，其实已经3度被拦下来，结果你还混进去那混进去的话，现在被抓到了，那不好意思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只好负责那为什么会韩国会这么严格呢？其实因为从去年开始就发生好几起这种平民的事件，这些平民呢都是中国籍那通常呢大部分是所谓的留学生那留学生呢他们居然跑到比如说韩国的某个基地去拍摄，然后呢甚至呢对他们的什么青瓦台啦做政府的要地做拍摄。你还记不记得这一阵子的菲律宾？怎么还有留学到中国到菲律宾留学的留学生去做什么？去拍摄相关的演习的一些照片那你这些留学生，你拍摄这些军事设施要干什么？虽然说这次乌山基地开放是开放给韩国民众但是呢，其实美军呢早就严令说因为太多起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拍摄事件再加上去年开始就有很多中国的情报人士呢用重金收买不只是韩国人是不只是中国人收买韩国的士官兵做什么？帮他们拍照，帮他们收集资讯所以这个间谍战真的是无孔不入。对，这引起韩国方面跟美国方面紧张。那美国就下令说，好，只要有美军驻扎的基地比如说像乌山日本一样说有美军联合驻扎的基地你一般像这种例行性的基地开放通通不准台湾人士跟中国籍人士入内以防万一嘛。那其实呢我们必须说了，这种所谓基地开放型呢，一般来讲都是很开放但是呢，因为最近在中美角力的，然后又发生说韩国籍人士类似被收买然后他们去帮中国吃蛋情报，所以韩国政府呢严格下令说好通杀通杀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籍的、台湾籍的，通通不准进入基地内这个基地呢是指美国有联合驻军的基地。对。但是日后说韩国如果单独的他们原本的基地开放，很可能会开放台湾的。不过照这个情形来看，未来是不太可能开放台湾的。所以整个国际上已经有一种防止，不管是中国的游客、中国的留学生，你进到敏感基地的时候，我都要特别小心。像是这一张照片，这个是你到了新加坡去，对，然后新加坡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对台湾人算友善，但是对中国真的不准让他进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上个礼拜去参加所谓的新加坡海军展那其实美国参展有杜威号驱逐舰，然后呢，中国去派遣许昌军舰许昌护卫舰参演那其实呢，这次很有趣其实杜威号驱逐舰他们后面后甲板就有个专门的士官在查什么？查登舰人员的护照他已经严厉说，你中国籍的人士不准登舰就算你是新闻媒体也一样那其实我就很好奇那台湾的护照可不可以？好吧，那就刷刷看嘛。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检验机刷可以可以，那就好就过了就参观嘛。那其实现代化的军舰参观来讲，他们都会带你到前面的舰首甲板去参观比如说它的舰炮啦跟所谓的左上边的就垂直发射系统，这个是杜威号但是呢，我想说既然呢中国军舰去参加，我们就要不要去许昌军舰看一看就是右边这第2艘军舰那么去看看。好像可以耶。那上去之后呢，一样你看就拍摄他们的垂直发射系统，一样很大方的拍给你看。我觉得这个是大国正常的表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对方同意，那我们就进去拍。那如果说对方不同意，你千万不要像这2位航迷一样闯进去人家的基地拍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而且国民，我觉得最惊人的事情是什么？你跟我分享，你在这一次新加坡的这个展演里面看到什么？未来武器的想象，这未来武器想象的时候，完全一些航空母舰上面都有一些发射孔，而且发射孔里面是什么？都是无人机，而且对于其他的，不管是一些飞弹，或者是对空或对海，完全都能够抵御。对，我们以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航空工艺公司这个推出的展品为代表那 IAI 是什么意思？它是全名是以色列航空工艺公司。结果在海军展上出现，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卖的不是
他卖的不是军舰哦，军舰有他另外的造舰部门哦，他卖的是说 IAI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所出产的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哦。那我们其实看说以色列军舰它的吨位其实不算大哈，那一般来说呢，它前面呢都会装所谓自卫用的防空飞弹哦，但是这个所谓的巴拉克防空飞弹它也很威哦，它可以对抗战机、无人机哈，甚至旋翼机等等等这些都能对抗。但是呢，最特别是我们在做这个图表中最中间的那一块所谓照片，这块照片凸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后这一艘护卫舰它所升空的应战的飞航器是什么？居然是无人机啊！是无人机，对，无人机就是说这些无人机呢都会塞在这个护卫舰的舰尾的甲板哦。那战时的时候呢，由这些无人机呢去升空，垂直升空之后呢，再起飞到前方去做侦查哦。那侦查到之后呢，再把相关的资讯呢传回给护卫舰哦。那护卫舰上呢，它也有反舰飞弹。那反舰飞弹都打光了怎么办？没关系哦。其实军舰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载台哦。那其实这艘军舰的我们叫舰中的甲板还有机库上面呢，其实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的发射器哈，包含比如说像弹簧刀300啊，弹簧刀600啊，甚至各式各样的自杀无人机都会塞在那个地方哦。我们可以从相关的 IAI 的推出的影片中看到说舰中的部分一样是搭载所谓的反舰飞弹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你看到说右上边的不是方方正正的这个发射器吗？最右上边最右上边这个发射器什么？里面去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那是各样的这是无人机，无人机不是反舰飞弹，居然是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一旦升空之后呢，它一样可以采取所谓的蜂群战略嘛你看这个很像多管火箭的发射架，没有错但是没想到说以前塞满是多管火箭发射架，居然是对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无人机这些的无人机呢你要侦察的东西有你要的垂直起降的有你要弹射的升空方式都有那换句话来说以后这个所谓的中型舰艇呢它能搭载的都是无人机。你看这些都是像是货柜的东西里面都是无人机，或是说你可以换装更小型的拦截飞弹所以其实你看说这么中吨位的舰艇居然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什么？变成无人机搭载的航空母舰所以你看说从而小国以色列它也有能力制造航空母舰，但是这艘航空母舰是搭载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宇轩，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怎么赚钱，我找 AI 大佬去啊，我能捞多少就捞多少，人家也把钱直接给你。我们看看习近平怎么样去更加捞钱，找自己人来下手。这个人叫谁？张亮，他可是富力地产创办的儿子简单讲就是个富二代，最近真的是衰到爆，他被杭州的法院说，你禁止出境原因是什么？你有一些债务没有给出来，这不就是什么？掳人勒赎的真实版吗？不，照了。以前呢，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负债子偿，但呢，这只是一句成语，没有人叫你真的把它拿来用啊。现在呢，中国就发生一件大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房地产的各行各业通通的欠债，可能每个都欠所谓的1万亿、2万亿起跳人民币。所以干嘛呢？现在很多人就怕他们说会去脱产啊，或者是摆烂啊、烂尾楼。结果没想到 ，Bloomberg 踢爆说想出一个奇招。中国的一个叫做富力地产的这个创办人叫做张力，没有想到呢，出事情的不是张力，反而是他的儿子叫做张亮。他在判决里面说：“你老爸欠的钱，你老爸搞的债，你张亮，我们讲你休想跑，把你压下来做人质。”禁止出境的判决，而且呢，等于是说，一般来讲担保你是要拿实体做担保，他不是要把儿子抓起来做担保，但是他只是限制出境啦，各位，他没有被人间蒸发啦，因为毕竟还是希望他能够还钱嘛。而你想想看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中国真的没招了。对不对？你如果说还有方法，想尽办法可以叫他还债，或者是有定，一般我们讲还债都是要求公司定相关的计划，对不对？你逐年度的分年摊提去偿还，不是没有这种压儿子的，因为现在整个都陷入所谓的我们讲债权危机。你看他的数字，债权人建立的所谓的信托公司呢，就一笔11.6亿元人民币贷款起诉了这家公司。所以换言之，他积欠的金额，我们讲制造商上看所谓新台币大概50亿起跳，对不对？而且过去他也曾经干嘛？
贿赂过美国旧金山高官，我认为这是法院判决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对也就是说，你跟美国那边是有管道的，难保你不会说你先把你的家人全部都送出去，然后你无事一身轻，没有人会被压之后，你自己嘣人间蒸发很容易嘛。对所以我把你儿子压了，拿儿子来抵债啊！对，我想照这亲情大考验哦，因为说不定他老爸还是会跑，你哪知道？对不对？真的假的？对啊，反正你儿子是你儿子的事情嘛。所以想想看，现在中国房地产呢，我们讲的遍地烽火。比如说，我们就举例碧桂园这个董事长呢，叫做我们讲的杨惠妍，他从他老爸手下接下来这个王朝。那原本呢最巅峰的时期，他身上大概有9000亿人民币，那个时候他还是我们讲中国女首富。结果现在他跟你报告说，没有，我们现在要砸锅造铁。什么叫砸锅造铁？意思就是说房子真的生不出来了，因为交到他手上的时候呢，光积欠的款项啊，必须要我们讲交割的金额，也就是说人家提供给他，但是呢他还没有弄出来，这个我们讲至少是几十亿，对 ，OK 人民币哦。所以这个情况下，变成说他被迫一定要把这些房子给生出来。你想想看哦，他除了有融资之外，他现在资产变现，换言之，他在生钱出来。各位，你知道怎么生钱吗？我没有钱怎么盖房子？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碧桂园的，就敷衍进度 ，OK？ 因为他至少就是我有毛坯屋啊，我有盖，但事实上，照啊，后面那些洗牙给啦，那些中红啦，那搞不好才是最贵的地方嘛，对不对？他全部我们讲全部都摆烂，反正我就弄一个钢架、骨架处理在那边，那后面这些要贵的死东西的材料的，我就先不弄了。他们之前不是讲很大声，说什么一定会有保交楼吗？然后照你这样讲，他盖一盖他就跑对，了。他还是保交嘛，他只是跟你讲说，我可能50年后再交给你。 50年的保交那也算是保交啊，对不对？这个土豪村啊更好笑，你知道这怎么弄吗？他也是一样，盖到一半之后呢，盖不下去了，然后土豪村就说：“好吧，那我没办法，因为我钱都花了，你知道吗？”跟你这个买股票一样，你已经输了，那你还要跟他熬啊，你还要去给他我们讲去摊本，所以他就说：“那我再借你钱，你再把它盖完，好不好？”这真是土豪村哎，真的，他叫佛山的，我们讲一个所谓的经济合作社。OK， 他就说呢，分批呢提供这个资金呢，让他去盖。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盖完就没事。坦白讲盖完我也不敢住，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这种经济拮据状况下，盖出来的房子很多都有问题。比如说，这是广东呢茂名的碧桂园，我跟你讲，它走的是海洋风格。赵，你知道什么是海洋风格？海洋风格，对，你把它的梁柱啊、墙壁啊敲开之后，你都会在里面发现贝壳，然后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很棒，就特别有情调。没有，里面真的有贝壳哎，真的啊，我没骗你啊，就海沙屋啊，好不好？海洋风格的海沙屋啊，那民众气死了。然后这些民众每天在家里就开始在撞他的梁柱，开始一个一个敲，因为他们要发现说到底有多少个我们讲的全部都是贝壳。后来发现呢，他们自己跟尼莫一样，你知道吗？这海底总动员，因为整个梁柱全部都是贝壳，吓死了。甚至有人不用贝壳啦，他这是一样一样是这个茂名碧桂园，敲一敲，你要发现什么吗？不只是沙子里面有贝壳，连梁柱都生锈了，代表整个海沙非常严重，那个腐朽非常严重。但至少你这个梁柱啊，只是海沙而已。更可怕的是什么？在宁夏固原市这个地方，一样是碧桂园。来，各位，你有没有看它底部别有洞天？什么叫做别有洞天？就是呢，它的基座直接开了一个大洞，地层下陷，叫做别有洞天。基座开一个大洞，这要出事了。大洞，对，它还可以多卖点停车格哦。你如果敢停的话，可以停进去，好不好？所以你看这种荒唐的建筑物，他们都是可以盖得出来。但是惨是惨在哪里？一堆民众说我要我的房子，还毕生心血全部拿去买房子，就跑去维权啊！你看到一堆抗议的民众，对不对？你说应该中共官方要可怜他们吧？要跟碧桂园球场吗？没有，台区旁边都被抓走了。一个、2个、3个跟俩迪亚很换，然后3个有没有看到？再把它往旁边抬，而且是官方人员把他们全部抓走，不准维权。所以等于就是说，官方也在应许说让他们持续这个状况。但我跟你讲啊，纸包不住火。因为现在呢，包括比如说融资也好，资产变现也好，甚至碧桂园还把这个蓝箭航天，就是它相关的一些子公司企业，全部有含价值的，统统都卖掉。它就是为了让资金现金流能够持续的尬过来。但各位，为什么你知道碧桂园不愿意盖吗？为什么欠那么多？因为盖越多赔越多。到目前为止，它的毛利是负936亿元。吓死了，毛利率负23.34%，我觉得这应该是人民币哦，而且税前亏损1673亿元。那他说主要是减损啊，跟宏观经济的影响。我很造好，什么叫宏观经济影响？你这样不是在说中国景气很烂，中国景气很差吗？但我讲碧桂园敢讲，为什么？因为他连去年上半年都亏损150亿，但不只是这样，比如说恒大地产，这大家知道最惨的，负债2.4万亿 ，OK 就兆啦，很难念。碧桂园负债1兆43，然后呢一样每个都是1兆起跳的。
夯不啷当。那你想想看，这么多烂摊子，虽然说我们讲碧桂园是史上第2差，但在我看来都很烂，好不好？因为你看哦，光是烂尾楼的率哦，我们前阵子还讲到他们的失业率而已，这个烂尾楼率哦，我跟你讲可以跟失业率有得比。还有烂尾楼率这种数字出现也太可怕了啊！你看，昆明是11%哈，对郑州10%哦，福州啊9%啊，天津啊7%，一路排下来，每一周我们讲夯不啷当啊，都有个1%、2%、3%。但你知道这个最像什么数据吗？像中共官方所提出来的失业率数据 ，OK 就很唬烂，但这个东西是真的 ，OK 这不是失业率哦，那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代表说整个中国各地，而且我讲只有多没有少，全部都充斥着这烂尾楼，所以你说这个金融危机、房地产火车头的炸弹，什么时候会引爆？恐怕是我们讲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